纳指如期触底反弹，并且回补了缺口，再加上了周三是一个变盘点，这一次的变盘它是会选择加速向上突破右肩阻力，还是转折向下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特斯拉周五机构低吸之后，连着反弹了2天的时间，触及到了空方带，反弹已经到位了没有？RKLB 呢，昨天触及到了103块5毛7的阻力之后呢，跌了回来，短期需要止盈吗？ AMD 最后呢，选择了向上的突破9号 K 线，那接下来应该如何的操作？下一个目标位又会到多少钱呢？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1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周三变盘，那在这里它是会加速向上，还是行情结束？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也是一些学员希望 Josie 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 AMD、美光 Circle、RKLB、ARM 以及呢 GLW。当然，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接着我们进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对于这一个纳指，我们应该在底部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一轮往下去调的过程当中，关键的支撑价格就是在缺口附近，也是呢这一个头肩顶的一个颈线位的一个价格啊。当然要注意一下，就是它跌到这里，如果能出现一些止跌迹象的话呢，那说明它在这里短期会有一个反弹。为什么只是一个反弹？因为它还是处于一个空方带阶段。那反弹的话呢，反弹时间能多久？基本上的话呢，3到5天，甚至于呢非常精准的跟大家讲到的，周三它是纳指的一个关键的变盘啊。来看一下啊，如果说您是我们的铁粉学员或者内部学员的，那么一定呢能去参与到我们的行情广播。行情广播我们是会在每天的开盘之前，大概5到6点钟，跟大家呢去讲一下整一个大盘的走势的。那来看一下。在6月26号开盘之前，也就是周五开盘之前，我跟大家讲过，纳指呢它是采集到我们讲到的支撑，也就颈线的这一个价格之后呢，它没有止跌。如果这些位置呢，它能出现一些比如单针探底啊、阳包阴啊，或者十字星的变盘等等，那么它短期会有反弹的机会。那看一下它在这里是出现了一个低开高周的假阳线，最后呢收阳线突破的。那如果从时间周期上去看，下周三啊，它附近的话呢，会有一个变盘点。如果它是一路的调整到下周三的，那么周三的时候，它容易出现低点的变盘，做好准备了。相反，它是先止跌，然后反弹到周三附近的话呢，这里反而呢是容易出现高点，所以等确定买点出现完之后呢再说。这个呢是我们在周五开盘之前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那我们看到纳指在这里呢，它是先出现了这一个反弹，今天的话呢还把缺口给补上了，但是要注意一下啊，周三附近它是容易形成变盘的。那对于变盘的话，我跟大家讲过，市场当中80%的这种概率的话呢，它是一个呢转折的变盘，20%的概率它出现的是一个加速的变盘。比如呢，从这一个4月底到从这个4月底到6月份的这一波行情，它中间有出现过多次的加速的一个变盘。那这种呢，一般是出现在牛市或者熊市的时候会比较多一点。它出现的是一个加速，比如它之前是上涨的，出现了这种变盘之后，它会加速的上涨。之前它是下跌的，然后呢，到了变盘点的时候，它加速下跌，这种占据20%的概率。还有的话呢是80%它是一个转折变盘，也就是说它之前去上涨的，到了这一个变盘点，它容易转折向下。之前它是下跌的，到了变盘点容易转折向上。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变盘点啊，从时间的周期上去看的。那目前能看到的点啊，这一轮当中不用讲了，它是先反弹的，所以在周三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有没有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形态的一个出现。如果它出现的仍旧是阳线往上走的，那不用担心，你可以继续的拿着，说明这一次的话呢，行情还没有反弹结束。
那我就继续的呢拿着手上的一个股票，它再打上去了之后，出现我们讲到的什么3日顶分型形态啊，什么这种呢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的这种形态，或者说十字星之后呢选择向下变盘，或者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阴线等等，那么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它在这一个位置反弹结束了，它应该干嘛？还得继续的往下去调一下下。当然整体来讲，对于整一个7月份Josie 的一个观点的话，还是相对看多的。我觉得美股在这一个位置，它只是一个短期的调整，调整完了之后呢，它修复完毕了，等一下呢，它还会继续的起来。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去讲为什么我维持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对于目前的纳指来讲啊，周三它是一个时间关键的变盘点，会不会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形态？没有出现的，它是一直收阳线的，你就给我拿着。毕竟现在呢才上涨结构2，属于上涨结构刚刚开始的一个位置，那说明市场还是相对强势的啊，没有出现呢这一种上涨结构消失不见的，那你就拿住。往上去看的话呢，空间的话你可以看到哪里？空间你可以看到呢右边的这一个肩膀的一个高点，大概来讲它是在26,788.62的一个价格。那相反，假设说它往上去冲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6种的见顶形态的，那我们这边有预期啊，短期反弹它就结束了，它应该还得再回来去测一下呢前面的这一个颈线的价格之后呢，它可能呢再重新的上来。相反，出阳线的你就拿住就行了啊，它的一个高点一直呢在抬高的，那就没有问题。我们就看它右肩的位置突破了，我们就可以看前高啊，这个价格完全突破，其实它才能呢算是真正的反转行情，不然的话通通按照反弹行情去操作。OK， 这个是讲到的纳指的日线。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从周线图上去看，周线图的话呢，在这一个5月底6月初跟大家讲过了啊，它在这里周线级别的高点最少调整周期2周以上，调整空间飘带的位置。那不管呢是讲到时间2周以上有吗？1周、2周、3周、4周，包括本周，应该来讲呢算是5周的时间。空间的话打到这一个多方带了没有？打到了，而且是如期的最低的位置的时候打到了多方带上沿的位置，收盘价收了回去呢，那就意味着从周线图中去看的话呢，它的回调周期以及回调的空间其实呢都已经差不多了啊。现在要等的就是它在周线级别上必须要出现止跌的这种迹象。当然有些学员会问到说啊，我等到呢它周线级别止跌，会不会呢就已经浪费了行情？但是你不要忘了啊，一旦周线出现的级别的这种机会，最少它都会有2周以上的机会，就像前面的这个底部一样，它出现了这个机会之后，它是涨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那你说我是前一天去买跟后一天去买，你会发现其实它的一个差别并不会太大。所以不要说呢等这一个会不会说错过这一个行情，不会，真正的这样的行情它一定会给你呢上车的机会，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因为本周还没有走完啊，起码截止到现在为止啊，周线图上它出现的是一个反包阳线的一个形态，当然能不能出现这样的形态不确定，所以到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瞄一眼周线图上，如果出现的是一个反包阳线，那反包阳线是不是我们讲到的一种变盘的 K 线组合呀？那这里就有个问题，反包阳线出现完之后，它是向上去突破的，那就向上就变盘，那基本上来讲，周线级别的纳指调整结束，接下来要开启周线级别的机会了。不要忘了，它现在处于一个多方带，这样的回踩，它是为了呢走得更好，所以不要担心啊。所以如果说有在做这种大波段的，或者有在关注呢纳指周线的，到周五的时候看一下。它会不会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包阳线的一个形态，如果会的话呢，下周它能收一个阳线，突破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点的，那基本上来讲呢，就纳指的这一个周线级别要开始呢波段行情了，那就说明了行情它就值得大家去期待了。相反，它在这一个位置没有出现了一个阳线突破反包阳线的一个高点，它选择跌破的，那就意味着
它的这一个周线级别的行情它还没有结束，那我们就再等等。OK， 这个是讲到纳指的周线图，那接着来看一下呢标普500。标普500的走势呢跟纳指一模一样，所以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啊。它也是一个上涨结构2，并且回补了这个缺口。那它要担心的一个点也是呢，会不会在空方带的位置收到呢6种见顶的形态？收到6种见顶形态的，那我们这边有预期啊，这个位置我们先当它是反弹。它如果能继续的收阳线的啊，那你看一下，因为它飘带的位置它是比较窄的，它就很有可能会转为多方带。一旦转为多方带了，才是真正反转行情的一个到来。那么在这里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去收益的一个阶段。你说这几天的一个上涨也能不能赚钱，也能挣钱，但是这几天的这种上涨跟前面这样的一波这样的这种赚钱效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期待啊，它在这里最好可以干嘛，就是先往上去再冲那么1到2天的时间，然后再往下去调。因为这样子回调的话，基本上它就会转为多方带。那一旦转为多方带，我们就能期待它后边的行情。没有转为多方带的，哪怕呢它在这里有反弹行情，那我觉得也只是一个短期的赚钱效应。我们真正想要的一定是这样的大波段的赚钱效应。所以对于标普500也是一样啊，会不会出现6种见顶形态？出现的那我们就离场了，没出现的情况下，那我们就继续的拿着上看了。右肩的话呢，大概来讲在7577.92的价格。打到了这里收阳线突破的，那看前高；打到了这里收到呢，比如说带有长上影线的，带有这样的这一个高开低走的阴线的，会有十字星啊等等这样的形态的，或者呢阴包阳等等，那我们心里边就有预期，它这一轮干嘛反弹结束了，那我们就先止盈离场，回来了之后呢，在更低的价格再把它给接回来。OK， 标普500跟大家讲完了，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呢去看的就是黄金为什么会给大家去关注黄金啊？我发现很多的学员好像都有在操作，也有学员呢问到了一些白银之类的，我们就没有全部跟大家讲，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黄金的话，我前面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一轮跌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一个位置，当时呢有些学员在这里问我能不能买，我就说了。这一个黄金它还有最后一跌破它的前期低点，然后的话呢，现在它也破了它前期低点，并且还出现了价格便宜，以及下边的话呢，很缓慢的出现了聚宝盆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它的聚宝盆还没有成功。什么叫成功呢？成功一定是这一条龙头线由下边上穿，因为机构它比如说，因为呢这一个股票包括黄金也是一样的啊。它有人在买，不代表它就有这一个能力能推动股价的拉升。它真正的这一个拉升的话呢，它一定是一条龙头线，会从下边的聚宝盆出来了之后呢，进入到加速区。那么它就会开启大波段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行情。没有出现这样的拉升动作的，那哪怕它有行情，它也会有这种反弹，但是反弹完之后呢，还有更低的低点在等着大家，所以就不要急。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它虽然价格便宜消失不见了啊，就这个白色 K 线虽然说呢在第2天就不见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阳线突破白色 K 线的高点4132.4，那就意味着截止到现在为止，黄金期货现在还没有出现见底的信号，所以再等等，要么呢它就再往下去跌一跌，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场，要么呢它就给我来个阳线突破呢4132.4，两个条件都没有出现的，那意味着呢它还没有出现进场时机，那我就再等等。好，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记得帮 Josi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个股。首先个股的话，第一个来看的是英伟达。英伟达我们在上周视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它是一个周线跟日线共同出现的机构低吸的一个信号。然后英伟达目前的话呢，它已经机构低吸转为了做多，因为收了一个阳线，突破了蓝烛的这一个高点，属于我们讲到的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一个迹象。但是它现在距离飘带是稍微比较近的啊，它真正的一个机会一定是在它周线上也能跟着一起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之后，它才有真正的这一个机会。而且现在的这个机会，它距离飘带比较近的话，反弹空间稍微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有的学员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可以定到哪里？
止损价的话呢，你可以定到蓝烛低点的位置191块2毛2，记一下，没有什么方法它是100%的，它肯定干嘛会有这种止损出现，所以一定要严格设置好止损。跌破了我们就止损出局，你说这个位置跌破了，我肯定得止损的，没有跌破那我就拿着啊，没有跌破我就拿着。你看一下它前面几次都没有呢出现止损的迹象，但不代表这一次不需要，它也有可能这一次就失败了，所以一定要设置好止损。收阴线反弹把它给跌破的，那我就止损出局，没有收到这样的阴线跌破它的低点的，那就拿着，说明这一个英伟达短期在这里要有一个反弹，往上去看的空间，关键的阻力位就是在缺口这里，它的一个低点203块7毛7，高点207块7毛2，看一下呢，它在这里能不能呢把这个价格给进行一个回补，补的时候看一下它补缺口的时候，它是一个阳线实打实给回补的，那我们就能抬高它的目标价。它补这个缺口的时候，它是阴线补的，或者呢就是盘中回补收盘价收回来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风险。所以对于英伟达来讲，日线上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阻力位在这里，同时也是呢空方带下沿的位置，双重阻力，打到这些价格一定要看一下有没有出现6种见顶形态，有的话我们就离场了，没有的那我就可以继续的拿着。OK， 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AMD。AMD 我们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讲，它最近的行情它会围绕着哪里？围绕着呢这一个9号 K 线跟下方的这一个9号 K 线进行一个震荡啊，这个观点从6月26号就一直跟大家讲了，因为它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呢，它就去冲击了9号 K 线的一个高点546块4毛4回来，说明这个位置阻力比较大啊，但是下边呢也有9号 K 线跟飘带的支撑，所以短期来讲它会在这2个价格当中去进行震荡，然后选择方向。所以有的学员你心里边要有预期啊，不过个人仍旧看好长期逻辑，这个的话呢是不管对于美观还是 AMD 还是英特尔一直给大家去讲到的观点，就是他们一直看好它，只是说涨多了之后短期要震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就在这里，当时在震荡的时候我就已经跟大家讲了，好的点呢在这里，它确实来讲啊，在最近当中一直围绕着这一根9号 K 线跟下边的9号 K 线进行一个震荡，震荡完了之后，今天选择了一个大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高点，而且是向上跳空去的一个缺口。那关注一下这个缺口，看一下这个缺口啊，会不会就是在3天之内给进行一个回补？如果说它像前面这几个缺口一样，3天之内就补了的，那这个缺口它就不大好了，就没有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价值。但这个缺口它没有呢，像前面这一个一样啊，一根大阴线就把它回补了的，那么这个缺口它就有这种分析的一个价值，因为这个缺口它其实属于一个叫突破缺口的啊，虽然不是这个缺口去突破，它是这一根阳线实体呢去突破，但是也可以勉强呢算是一个突破缺口。那如果这一个缺口3天之内没有补的，那么它的一个价值就会非常大，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突破关键的阻力位跟企稳它是2个动作，从这个位置开始1次2次3次，它曾经有3次呢它要去突破前期的高点都没办法突破，然后现在是第4次进行一个突破，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突破完之后它能不能企稳。什么叫能不能企稳？它能不能呢在第2天再收一个中大阳线去确认突破有效，能确认它在这里突破有效的，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 ，AMD 它要打开上涨空间，这个缺口它不但呢是一个突破缺口，很有可能它是会成为一个启动缺口，所以有的学员啊看一下它能不能呢在546块4毛4之上的这个价格再来一个中大阳线去确认突破有效，可以的，那它就能打开上涨空间。那打开上涨空间它能去到多少钱啊？给你们用黄金分割拓展测了一下啊，基本上来讲它已经突破了 0.382 的价格啊，572块3毛钱，下一个关键的价格它应该呢会去冲击 0.5 的目标价，大概来讲614块02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现在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它需要再来一个呢中大阳线去确认呢突破有效，
它只要能再来一个中大阳线，最好呢这个中大阳线它必须给我站回到呢572块3毛钱这个价格之上，能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基本上来讲呢 AMD 就不用担心了啊，它是选择向上突破的，所以打开上涨空间。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最近当中啊，不管是对于 AMD 还是对于特斯拉，包括 RKLB 啊，包括微软等等啊，最近的节奏踩的都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当然也有学员问到的一个点啊，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啊，我不知道呢怎么样去踩稳这样的一个节奏，怎么就能知道呢 AMD 它在调整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投资价值仍旧存在，就怎么样它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包括前面英伟达跟特斯拉它在跌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讲性价比不高，现在呢为什么就觉得呢性价比不错等等，那这一些的话呢，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怎么样去解决？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去讲一个好消息啊，除了我们在外部当中给大家去更新视频，以及呢做这一个 YouTube 直播之外，那对于一些爱学习的学员，我们还给大家呢开展了内部的课程。我们内部课程已经开展了1-2个月的时间了啊，那很多学员的一个反馈都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在本周当中会给大家呢继续我们内部课程，叫美股财富新篇章第2期的内容。在这一期课程当中，会给大家呢讲到2个内容，一个内容叫分化市场之下探索财富密码，第二个的话呢，探索完财富密码之后呢，将你的利润装进到你的口袋当中。这个是我们在美股财富新篇章给大家去讲到的2节主要课程，一个是在周四的上午10点钟，也就明天上午Joyce 呢会给大家去讲内部课程。那第2节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钟，也是呢 Joyce 跟大家去讲如何将利润装进你的口袋。那除了我们主课程之外，我们还找了飞老师呢跟大家呢去进行美股早盘先知。因为有些学员虽然说也有软件啊，然后呢也知道怎么交易，但是真正让你去买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买。我们是专门呢邀请了飞老师呢给大家呢进行一个早盘课程的一个学习啊，就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买哪个股票，或今天盘面当中哪些股票有机会等等，那么呢飞老师都会跟大家去讲。那如果说你把握不住买卖点啊等等之类的，那你可以来我们的早盘课，周2、周3、周4每天开盘的半个钟左右的时间，会给大家去讲它的机会。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参加的话呢，你可以给助理呢回复一个168啊，一路发，你发我也发，然后助理就会邀请你呢到课程频道当中。好，那接着呢来看一下其他的股票。第2个股票来看的话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呢，是不是在底部的时候我已经公开跟大家讲过了啊？在这个底部的时候，不管是行情广播还是在我们内部课程，我都已经跟大家讲了。你可以看一下啊，6月26号这一期视频当中，我就跟大家讲，我说特斯拉当时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信号，但是未确认。内部学员你给我关注蓝 K 信号，什么时候呢它出现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什么叫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呢？就是蓝烛消失不见了，它是不是这里是一个蓝烛信号？第2天它是不是消失不见，出现的是一个阳线，阳线的收盘价把蓝烛的高点给突破了，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买点时机。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是内部学员，你看得到蓝烛信号的，那你就根据呢蓝烛信号你去进场。那其他学员你可以看一下，它当时是一个下跌结构，下跌结构如果消失不见的情况下，那么代表行情强势，你可以买。它一直下跌结构的，那你就等到9号 K 线之后呢，你再去买。这个是不是我们讲到的一个观点？结果我们讲完之后，在周5的时候，当天直接收了一个阳线，突破9号 K 线的一个高点。然后我们在6月29号，也就周1开盘之前，我们再次跟大家讲了，特斯拉周4出现蓝烛信号，周5就确认了，所以周5想进场的该进场了。但是呢，设置好防守位啊。防守位的话，在蓝烛低点371块2毛2的位置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我们就止损出局，没破的话呢，你给我看一下这个缺口的目标。但没想到它不但呢把缺口目标都给突破了，还直接呢把这一个空方带都给进行了一个有效的突破。所以如果有关注我们行情广播的，那基本上特斯拉这3根阳线大家应该是拿的比较不错的啊，就2-3天的时间涨了10来个点了。那么对于现在的特斯拉，大家能看到它已经收阳线突破了这一个空方带，
它如果能再来几根呢这一种阳线的情况下，那么大概率呢它就会转为多方带，转为多方带它才是真正行情的一个开始。但是它假设它在这一个空方带的位置收到我们讲到的刚才讲到的，比如说6种的这种见顶形态三日顶分型出现了阴包阳形态之后，出现了反包阴线之后，选择向下变盘等等，如果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那你心里有预期，短期这一波反弹结束了。我是觉得2-3天的时间赚个10%几，我觉得已经挺厉害的。那我们呢就可以选择止盈离场。那相反，像这个一样，它突破了空方带之后，能转为多方带的，那么转为多方带，它才是真正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呢就在这一些位置先给它止盈了，回来了之后呢，再把它给接回来。所以对于特斯拉现在突破了空方带之后，要唯一关注的就是会不会出现6种见顶形态。没有出现的你就拿着，出现了的话呢，我们就先止盈离场。目前来看才上涨结构2，距离结构9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所以我们就关注好呢6种见顶形态就行。那么从价格的角度上去看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价格的话呢，应该是在底部这个低点起来到这个高点所在的位置之后呢，它的一个0.618的价格，大概来讲421.01。这个价格昨天最高价的时候，它其实呢是有进行了一个突破昨天最高价来到了424块呢，5毛4的这个价格，最后收盘价呢收回到420块6毛钱，那就说明这里它的一个阻力还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看一下呢，它能不能突破这个阻力位，这个价格能突破的，那就意味着它是一波干嘛0.618的强势反弹。按照黄金分割比例来讲，强势反弹它是要创新高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会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所以对于特斯拉第一个关注的价格0.618 421块01的价格，看一下能不能再收一个阳线突破有效，能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往上抬高目标到呢0.809，这个价格再突破的，那前高应该就没有问题。但是假设说0.618的位置它是没办法进行一个突破并且企稳的，那么短期来讲它应该来说就会有一个回踩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就先离场，回来了之后呢再把它给接回来。 OK， 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美光。美光今天走势其实不算强它应该来讲算是稍微比较弱的。你看一下闪迪今天就涨了10来个点，它才涨了多少？它才涨了 0.79%， 类似于呢没涨没跌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回看美光的话呢，现在它出现了一个形态叫天地双剑的一个形态。正常来讲，看到天地双剑，它是要干嘛？突破这一个天地双剑的高点之后再去进场的。但是我觉得它的一个高低点因为上下影线都特别的长，我觉得根据呢这一个天地双剑的高低点去操作，可能稍微来讲不是那么好操作，因为高低点相差太大了。它容易压缩这一个上涨空间，我们就不再呢以天地双剑的高低点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以干嘛？以周一出现的这一根单针形态可以去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标准。如果说呢这一个美光收一个阳线突破单针的这个高点的，那么你们心里有预期在这里震荡完了之后，它在这里可能出现了一个单针探底的一个形态，那么短期来讲，美光它在这里应该呢会有一波机会但这个机会的话呢，反弹上去，它的主力在这一天财报的这一天，它一定会有主力的一个作用。它在这里收到一个阳线突破单针的一个高点，向上的话呢，你就要注意一下它这一个历史新高的位置，它一定会有主力。它在这一天高开之后低走，然后在这里震荡，它一定会在这里产生大量的抛压，所以上去之后它一定会有主力的这个作用。所以如果说你日线上想要去进场的，那你就看一下这根单针能不能探底。能看到的一个点，它今天已经收阳线突破了单针的一个高点，所以你想要进场的话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单针的高点是1148.79今天收盘价是收在1154.29的一个价格。所以如果你说想要进场的，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呢设在下边的这个缺口，
它的一个低点的位置，大概来讲1083块3毛2，它后边反跌破它的，那没办法，那就说明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还得继续的往下去调整，没有跌破它的一个价格的情况下，那么美光来讲应该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哪怕跌破了啊，个人的观点仍旧看好美光的长期的价格。它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它只是一个涨多了之后，它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期震荡而已，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长期逻辑仍旧没变。好吗？这个是讲到的美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 ARM 啊 ，ARM 我们在最近呢一直在跟踪，包括的话呢，我们在6月28号的这一期视频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 ，ARM 从这个价格往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支撑啊，它在哪里？它在0.382的这个价格，大概来讲呢，322块2毛7左右，在这一些位置能出现一些止跌形态的。那么一个反抽行情呢，它就在等着大家。这个呢是我们在6月28号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个点。你能看到啊 ，ARM 在周一的时候，它有没有跌到这个价格？有，它这一天最低价跌到了303块钱，最后呢是受到它的一个支撑，收盘价收了回去，并且的话呢，在我们讲到的这一个0.382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止跌形态，叫什么？机构低吸转为了做多，机构低吸转为了做多，然后起来的。所以对于 ARM， 它在周一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啊，但是因为它跌破了这一个多方带，所以呢，先把它分为一个干嘛？反抽行情，除非它重新呢能再收阳线，站回到这个多方带之上。不然的话呢，它会转为空方带，一旦转为空方带，它在这里就是一个反抽行情，反抽结束，那该结束的学员我们就应该要结束了。所以有 ARM 的小伙伴一定要去注意看一下啊，这一两天能不能重新收阳线，站回到多方带之上，站回多方带的那就没有问题。不能站回多方带的这个位置，短期做一个反抽行情，该跑的学员就已经要跑了啊。那么对于 ARM 已经进场了的学员，设置好防守位啊，防守位定到蓝烛低点的位置326块8毛钱，收到实打实阴线把它跌破的话，那我们就止损出局；没有收到实打实阴线把它跌破的话呢，那说明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一个价格，那我就拿住往上去看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就是这一根大阴线所在的价格379块9毛7。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阴线啊，它在这一天是高开，然后一路低走的，那就证明着这一天高开完之后呢，一路的有这一个卖方把这一个价格给打下来，那你就知道这一天当中它的一个空方的力量它是非常强的，所以它在这里有一个关键主力的作用，379块9毛7，收阳线能把它突破的，那我们就抬高目标到它的缺口，这个价格再能突破的，那我们再看这一天的历史高点，只有把这一些关键的阻力位都给突破了，它才能像它前面这些位置一样打开上涨空间，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在这里先做一波短期行情，该跑的学员就一定要跑了，好吗？这个是讲到的 ARM，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Circle今天大跌了17%啊，原因的话呢，就是 Visa 跟 Stripe 呢，以及超过100家金融机构正联合发起一项新的稳定币计划，可能呢会加剧呢稳定币市场的一个竞争。这个联盟机构呢推出来的计划呢是与美元挂钩的一个叫OpenUSD， 一个叫 OpenUSD 的一个稳定币计划啊，所以今天的 Circle 直接一个暴跌。如果说没有这一个利空消息的一个冲击的情况下啊，其实 Circle 还相对来说呢比较不错的，因为从这一个高点跌下来了之后，其实已经跌了50%了，相较来讲价格呢也已经比较的不错，而且这一天还出现了一个阳包阴的一个形态啊，所以如果说有进场的学员，要不要止损出局？肯定要的啊！我之前让大家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跟大家讲过，它的阳线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的话呢，那我一定要止损出局。还是那一句话，没有100%的这种方法，尤其是在这一个股市投资当中，你把钱放到银行，尚且有银行倒闭的风险，更不用说呢，在股市当中，
我们要做到的是大赚小赔，永不被套。赚的时候呢，我必须要赚50%、100%，那赔的时候呢，几个 percent 啊，3、4个 percent，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阳线的低点的时候，要不要止损？肯定是要止损的啊。这里是先跟大家讲的一个点。那第二个的话呢，它基本上如期的把我们讲到的前面这一个缺口给补上了啊。基本上现在的话来看，除了缺口在这里，它应该会有一个小小的支撑，因为它今天这根阴线完全补完之后，最低价的时候呢，它是来到了62块5毛2，最后收盘价收回去了一点点啊，带有一点点的这一个小下影线。正常的情况下啊，这样的暴跌完了之后，它应该来讲在第二天，它可能呢会有一个反弹啊，它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反弹。所以在缺口附近的这个位置当中，可以看一下62块9毛5左右，它有没有一个短期的反弹。如果说它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反弹的，那你们没有止损的学员一定要选择在这里该止损的止损，我们在更低的价格再把它给接回来就行了啊！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赚到钱，甚至于我会亏钱，我在这里止损会不会很难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跌破了我们止损价之后，该止损的就一定要止损。所以对于SIRCO的话，可以暂时看一下62块9毛5的位置，它能不能有一个小的反弹？能有小的反弹的，这一些学员没有止损的学员一定要选择止损。那第二个的话呢，再往下的话，基本上SIRCO它的唯一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它可能就得去到前期底部的位置49块9毛钱，所以这个空间它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真能跌到这一些位置的，那也告诉我们，一旦呢它能跌到前期的这个价格，那也告诉我们机会呢正在来临的一个阶段。所以该止损的学员一定要止损啊，因为我们也能看到的一个点啊，就是聚宝盆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呢没有酝酿成功，就是一直在下面进行这一个酝酿，直到它呢像前面这个位置一样，它能上穿上来的，那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机会。没能上来的，那我们就继续的一个等待，好吗？好，这个呢是讲到的SIRCO，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 RKLB 啊 ，RKLB 3天的这一个时间啊，反弹了将近25% 了啊，我觉得太强了。那对于 RKLB， 只要你有关注我们内部课程或者包括我们行情广播的，你一定能抓住它的一个机会吧？你看一下啊，我在这一个周四，我在周五开盘，你看一下啊 ，RKLB 我们在周四的时候跟大家讲过，选股票选哪些？前面暴跌完之后，现在的话呢，有机会的一个股票，包括在周五开盘之前，也跟大家明确的讲了，很多的这个股票都出现了价格便宜，也就是白色 K 线的信号啊，跟聚宝盆形态，只是一直在酝酿，没有确认。比如呢，像这一个微软这些股票。没有确认你就不操作，但是呢不影响你去把它们关注好，包括呢像 RKLB、甲骨文等等啊，甲骨文最近大半个月啊已经跌了50% 了啊，他们这一些股票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但是未确认，你呢也是可以关注看看。刚讲完 RKLB 在当天大涨了一根大阳线，这个大阳线将近有7% 了啊，然后的话呢在第二天立马跳空上涨，出现了一个呢15%的大阳线，今天再一次出现了一个3% 的一个阳线，所以你看一下，如果你是有关注这一个频道的啊，基本上来讲这3天，你说这30% 我全部都抓住的，你不一定能抓住，但你可能说在这几天当中，你赚个10% 是肯定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呢，在昨天开盘之前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去讲了，这一轮当中。行情反转了吗？虽然说2天已经大涨，反转了吗？还没有反的，还是当反弹行情去操作。为什么这一轮反弹行情这么多？因为这一轮高点下来，它真的是一个被错杀的一个股票啊，它其实是有补涨的一个需要的，因为它是被 SpaceX 的一个拖累，以及呢蓝色起源的一个爆炸所拖累，所以它才跌这么多。那么它是跌完之后，它肯定会有技术性反弹，它才藏这么的多。上方主力位一个在103块5毛7，一个在114块7毛6，打到这些价格继续收阳线，你可以拿着，收到6种见顶形态的，短期我们就先止盈。真正的机会，它应该要等周线上回踩了到多方带之后，出现6种止跌形态之后，它才是真正的机会。那你看一下啊。我们讲到的2个主力位，
昨天最高价冲到了104块1毛6，收盘价收跌了回来，收在了101块6毛5。跟我们讲到的这一个呢，阻力位差了多少钱？差了呢5毛钱左右。当然好就好在呢，它在这里还是出现的是一个阳线啊，所以继续阳线的情况下，你可以拿着它在这一个空方带的位置收到呢阴线的，那我们就赶紧跑了啊！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它在这里只是一波反弹空间比较大的反弹行情而已，真正的机会等它周线反转了之后，那么它才有可能会形成日线级别的反转，不然的话呢，通通按照反弹行情去对待。所以有 RK LB 的学员啊，注意一下刚才讲到的几个关键的价格，一个的话呢是 0.5 的阻力位103块5毛7，打到了这个价格，收到3日顶分型啊，或者呢像这里一样啊，收到了一个吊颈线跌破的，那它都意味着这个位置当中它已经反弹结束了，那我们短期就先跑了。这个价格能收阳线突破的，那我们就可以抬高目标价到多少钱？到 0.618 114块7毛6的位置，能突破它的，那它就是强势反弹行情。强势反弹行情要干嘛？大家心里边就清楚了啊。所以看一下这两个关键的阻力位。那从周线上去看，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连续4根阴线给我暴跌到了这一个多方带的一个位置。看一下到周五的时候，它在这一个周线上能不能呢，在周五收完盘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呢反包阳线的一个形态，能出现反包阳线，并且呢反包阳线被干嘛？被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的，那么就意味着周线级别的一个风险它已经调整结束，接下来要干嘛？要开始止跌向上了。那只有周线级别出现的机会，最少它都是得2周以上的机会，那它才能构成了日线级别的反转。所以有关注 RKLB 的啊，也可以看一下它能不能呢在多方带的位置出现我们讲到的这6种的止跌形态啊，大家可以截一下图啊，大家可以截一下图啊。如果不知道这些形态怎么看的，也可以呢加入到铁粉当中，在铁粉视频当中有进行详细的一个讲解。好，那接着呢，再给大家去讲到的点就是呢，康宁啊，这个股票是一个内部学员啊，有这个股票，但是人家成本比较低啊，人家才190块钱，然后问我要不要跑。现在看到的一个点啊，它在今天是收了一个带有长上影线的射击之星的一个形态，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么长的一个上影线，意味着上边你看一下，很多人在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应该来讲是选择了一个获利了结，所以呢才导致呢它带了一个这么长的一个上影线，它的一个低点不要被跌破啊，它的一个低点如果被跌破的一个情况下，那意味着这一个射击之星的一个行情估计来讲就已经要差不多了啊。所以有这一个康宁的小伙伴，它的一个低点啊，不好意思啊，它的一个低点应该在这里，我画错了啊，但是价格是没有错的，250块5毛钱的一个价格，收到实打实阴线，把这一个射击之星的低点给跌破的情况下，心里面有预期，这里短期来说它是要调整的，但是调整下来，你看一下，它出现的是一个多方带调整，它是为了走得更好，所以我是觉得呢，它如果跌破了的短期权，我们先止盈，回来了之后呢，再把它给接回来。没有跌破这个价格的，那我就继续的拿住，等待什么？等待9号 K 线的一个到来。你能看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个8号 K 线了，那没有跌破这一个射击之星的低点的，那我就拿住，等9号 K 线到来了之后，看一下这一个9号 K 线究竟是一个中继9还是一个高位9。它如果是一个中继9结构的，那就意味着它还有一波上涨行情在等着大家。像这里一样，它是一个高位9结构的，那就意味着这一波行情它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就干嘛？等它回来了之后，再把它给接回来。OK， 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有问题的，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yc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